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可惩罚性关税真的打折打到了7寸吗？今天带您快来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电动车市场。现在这场大战越来越混乱了哦。当然，最新的消息你就看到了，欧盟对中国的电动车开闸了。他们现在呢定出了那个惩罚性反补贴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费率，然后呢再加上他们一般税率之后呢，将会高达45.3%。哇，你一听就觉得天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对中国的电动车这样下手呢？但是下手还留了一条后路，说可以再来谈，5年之内都可以谈哦。好，那这是最新消息，但是背后啊，你就看到非常的诡谲，暗潮汹涌，你来我往，高来高去。今天呢，就带大家整体看看最新的消息是什么。那么这些国家呢，这些车厂各自到底都有什么盘算？好，我们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中国的电动车市场。中国电动车啊，现在应该是说这个一骑绝尘，因为技术非常的领先，卖的也非常好，在世界上的市占率也是节节攀升。于是呢，当然你动到人家的蛋糕，人家就不开心，所以你就看到了美国，看到加拿大，大家对这中国电动车课100%的关税，不让你卖到我国家来，就是不让你动它的蛋糕。好，但是呢，欧洲在此时此刻，它的角色就有一点尴尬了。我们来讲这个欧洲啊，它过去呢，当然就是这个车市当中的最厉害第一把交椅，但是呢，现在在电动车又跟传统车市不太一样嘛。那我们常讲啊，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叫弯道超车，我燃油车我做不过你，但我电动车可以。所以呢，现在电动车呢，中国就领先了，它的技术非常棒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数字啊。中国呢，它在前3季最近公布了一个新的电动车整体的产销的数字。那虽然全世界都怪中国说你就是做太多电动车了，所以呢，现在这个打得其他人通通灰头土脸的，觉得你这个叫做过度生产，然后会导致这个世界经济大乱，有没有？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论点，对吧？那你猛一听觉得哦，好像蛮有道理的，但是呢，你仔细往里头看，这又是大国博弈，又是这些国家看不得中国好的另外一个体现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数字啦，刚讲到的，前3季新能源车，中国这个通常把这个电动车都叫新能源车。好，新能源车呢，他们在前3季呢，总共有31.7%的年增率 ，YOY 这么高啊，你就好奇了，说，不是说，这个电动车市场萎缩吗？不是说出口处处碰壁吗？怎么还可以交出这个30%多的一个年成长率的成绩单，非常厉害。但是呢，中国的工信部啊，同时他也要提醒这些中国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动车企业，他说啊，不要内卷。他说呢，尽量要防止这种内卷式的恶意竞争。其实现在呢，在中国内部的内地的一个这个电动车市场，真的竞争的非常非常激烈。有一个统计数字很有意思，猛一看想说那什么统计啊？然后你再仔细往里头深想，就说很厉害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呢，这个中国他们有一个统计，就是在去年卖了1辆以上的电动车品牌。1辆以上电动车的这个车企品牌总共有123家，说哇，有那么多车商啊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不可思议哦。现在全世界这个卖车的通常我们就是算那几家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美国几家，德国几家，韩国几家，日本几家，通常这样算嘛，对吧？那这个顶多各个国家有一家2家他们自己的车厂，在中国卖了1辆以上电动车的有123家，你说这个市场卷不卷？于是呢，大家不断的竞争，那竞争之后呢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开始往外去了，出海去了。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数字，中国每年可以生产出来的一个车呢，总共可以有4000万辆，那其中呢，有2200万辆是可以卖到中国国内市场。简单的数学，4000万辆减掉2200万辆是多少辆？还有1800多辆中国市场卖不了，
往哪卖？往其他国家卖。好，这一卖不得了，其他人通通被打趴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全世界大家都要这个手牵手、心连心，一起抵制中国的电动车了哦。好，那当然呢，中国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之后，又说了他们的发展方向，希望不要内卷式的恶意竞争，希望大家优化生产，希望大家这个技术创新，希望大家国际化发展。但是呢，也不要去恶意竞争。好，这是中国的态度。但是我们就来看，其实呢，会有到今天欧盟也要这个有一个反补贴的一个关税啊，你就要看看在过去啊，这些欧洲车厂在中国可以说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但是啊，时不我与，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呢，也要站起来说，我要惩罚中国这个过去让他赚好多钱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啊，在中国市场当中啊，刚提到了本土的这些车商就123家，大家竞争这个市场非常竞争激烈，所以呢，一些国外的合资的车厂近几年，过去几十年他们赚非常多，但是呢，最近几年中国车的电动车崛起之后，他们很难赚了哦。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哦，最近的，比如说呢，像是这个大众福斯汽车，福斯汽车呢，它在中国合资的这家公司呢，第一次亏损了，15年来第一次亏损。那福斯呢，当然也是德国非常大的一家这个车企嘛，大家都说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车辆的品牌。好，那它不止呢是在中国市场现在踢到铁板哦，甚至呢它还这个反噬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这个本身哦，因为它在德国的一个车厂呢，现在也因为卖不好了，卖不动了，所以它很可能要关厂。通常呢一家企业啊，你说呢？他要这个走下坡会有一个过程，他会先把他的员工减薪，好，减薪还是撑不下去，他就裁员，裁员还是不行，我就关厂。但这回福斯啊，3位一体通通来，裁员、减薪、关厂全部一次到位啊，你就知道他经营有多难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丰田，丰田呢，你说这个日本啊，这个 Toyota 这个品牌不是很棒吗？但是它在中国合资的品牌呢，这次你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年减73%，它的获利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有人形容说叫雪崩式的下降，赚不到钱。再来，我们来看宾士，你说宾士应该在中国还算发展的好吧？相较之下好，但也蛮烂的。好，那宾士最近什么事呢？就是比亚迪过去呢跟宾士啊曾经合资一家公司叫腾势，那这家公司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合资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比亚迪是谁啊 ？Nobody。宾士是谁啊？走路有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双方合资啊，这个宾士就占主导权，什么都听我的，我宾士你哪位？但是呢，今天不一样了，对吧？今天呢，比亚迪可以呛宾士说，我比亚迪你又是谁？所以呢，这个宾士啊，现在在这中国市场好像也不吃香了，所以他最后呢，把最后的股份一批通通卖掉了，所以现在腾势已经变成了比亚迪全资100%的子公司了，所以就看得出来说，这一家又接着一家的，无论是在中国市场当中赚不到钱，亦或是他选择退出中国市场，还有呢一家是 BMW， 这个在中国叫宝马，宝马呢本来啊，它在北京有一个销售站，人家叫5S 站哦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他们说有3.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好大，花好多钱盖起来的，然后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5S 店。倒了，好，现在没有了，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些国外的车厂车商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呢，最近呢是越来越有瓶颈。那你遇到瓶颈，有的是转弯，那有的是退出，有的是先缩小规模。目前你看到了这些国外的车企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被限缩的。好，于是呢有这样的时空背景之后。就来了。欧盟呢，最近欧盟执委会就投出了，好，他们要惩罚性关税来了。他寄出的是对中国电动车35.3%的反补贴关税。好，那这是35.3%反补贴，但是呢，你车要进口到欧洲去呢，你必须还要有一个以前就有的一般性的进口车关税10%，你两个要相加的。所以呢，未来的车进到了这个欧盟去卖的话呢，很可能最高关税是来到45.3%。那当然，他说他会按照你不同的补贴有不一样的一个税率，比如说 Tesla 最低，Tesla 的中国厂呢，它可以拿到7.8%的一个这个关税。然后呢，你说比亚迪可以拿到17个百分点的一个关税，你就说多多少少，最高的就是他说你的国营企业上汽我给你课最多，所以呢就是课好课满，课35.3%。好，所以呢不太一样哦。那当然这也有一个时空背景，因为呢这次要投票也是经过激烈辩论，然后呢有一个最终这个欧盟执委会就告诉他所有的成员国说，不要多说了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数字。
你就知道你要投什么票了。好，什么数字？他说，2020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市占率是多少？1.9%。2024年第2季就最新数字，市占率多少？14.1%，将10几倍。就这么2年，所以呢，这个欧盟执委会就讲了，他说那你们自己投啊，这个2年，你看它的成长翻了10几倍，然后呢，如果我们今天不课这个税的话，怎么办？未来的这欧洲的一个车厂，全部通通都卷铺盖啊，不要做了啦，通通去给中国人打工就好了啦。于是呢，你看最后投出来，好通过呢，这个。反补贴关税就正式上路，10月30号就上路了。好，那于是呢，中国当然就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条款，要继续谈嘛。好，那继续谈下去，但是我们就要来细细看这一个条文，要讲什么关税，好，怎么样通过的？总共呢，这个欧盟有几个国家？有27个国家。好，那这个议案通过了嘛，对吧？要课关税，但是呢，最后一票投出来支持的只有10个国家。27个国家，只有10个国家支持，怎么会通过呢？原来呢是有好多国家都弃权了。好，那他们选择弃权，因为他们不敢表态，他们又不想要惹欧盟执委会，因为毕竟我是欧盟的人，那我又不想惹中国，所以呢，像是什么卢森堡啊、西班牙呀、葡萄牙呀，这些国家他们就选择弃权，我就不要发表意见，随便你们有意见的去做好了。好，那投出来了，这个支持的有谁呢？支持的现在就是皮绷紧一点啊，这个中国可能要报复你了。像法国、像是波兰、像荷兰这些都支持的国家，那反对的国家呢？这也很有 gas 哦，在我是欧盟，但是我反对这个课这样的一个关税。好，谁反对呢？德国他就反对，匈牙利他也反对了。好，那你说他们为什么反对？因为他们还想要中国市场。匈牙利呢跟比亚迪有深度合作的，比亚迪在匈牙利盖厂，现在正在盖当中。甚至呢，这个比亚迪本来还打算把他们在欧洲总部本来在荷兰，现在要挪到匈牙利。所以匈牙利当然我在赚中国人的钱呢，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说我支持课关税？不可能。那德国呢？德国正是不得不反对，因为呢，德国跟中国绑得很紧密相连。如果跟中国课关税的话，德国自己会倒大霉。我们就举一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国的福斯大众汽车来看好了。好，这家公司呢，我们看到它已经关闭了3家工厂，而且这是他们这个公司成立了87年来第一次把他们自己母国德国的工厂关了。刚刚提到3位一体的嘛，对不对？减薪裁员关厂嘛，关3家工厂。好，关3家工厂不算哦。还可能继续哦，因为他不断在缩减他在德国的投资，他把钱往外挪，他可能去投资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司海外的工厂，他觉得比较赚头，因为他觉得在德国呢，他们的一个劳工成本非常的高，然后呢又很难赚，然后做出来的车卖不掉，所以他们现在技术呢其实蛮落后的，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在这个德国。福斯只是一个缩影，因为很多德国的这些汽车的公司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。本来呢赚得很好的中国市场，现在不赚钱了，被中国的车厂给吃掉了他们的份额。然后呢卖到世界去呢，你要跟人家打这个电动车的市场，好像又打不过，因为我的技术又不那么领先。所以呢现在德国车厂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哦。所以难怪这次德国就是反对课这样的一个关税，因为他们觉得最终这个关税会害到自己。好，那现在欧盟呢不仅仅是要面临到跟中国之间的难题哦，课关税那很可能害到自己，然后可能又遭到中国的报复。我怎么样维持跟中国的关系？我还是始终想要得到中国市场。现在欧盟还要面对的是即将又来的川普又来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川普哦，最近呢他在整个演讲过程当中，他不断再提到欧盟，他就讲啦，这个欧盟。你们就跟这个中国一样啦，一丘之貉啦。他说啊，你们就是怎么不在美国生产的话你就知道了啦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了，你如果不在美国生产，我一样课你高关税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国跟欧盟对川普来讲都不是他的盟友，都不是我合作伙伴，我都要对你课关税的哦。所以呢，现在看起来，如果川普当选的话，欧盟可能又要倒大霉，又要被课关税。我们就看上一次2016年川普总统当选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他对欧盟做的一些好事哦。现在回想，这个欧盟人应该都还背脊冒汗吧。那个时候呢，迫于这个川普的压力，比如说福斯他又到美国去投资了，他到田纳西州。那宾士呢，他是到了这个阿拉巴马州投资了10亿美元盖厂。然后 BMW 呢，宝马他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去这个投资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等于都是被压着到美国去投资去了。
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次是不是又要再来一次？但问题是，今时非彼时啊，那个时候他们还有钱，他们还在赚中国市场的钱，但现在呢，他有钱投资吗？那如果你投资不到这个川普心中所满意所想，那你会不会更惨呢？哎，这个可能他们蛮惨的哦。再来呢，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德国跟中国企业是合资的，那万一呢，这个中美这个贸易大战又打起来，哎，德国可能也会被波及、被受害哦。好，再来呢，就看到了，那川普他又讲了，他说哦，以后呢，我要这个互惠，那不仅仅是汽车，所有的商品。国外来的我都要课10%的关税，那中国呢更可恶，所以我要课你60%。好，这个是这个川普讲的，他说如果你们这个不好好的做到呢，这个买美国商品的话，哎，你们就付出很大代价。所以你看到川普他如果真的又这个回到白宫的话，到时候呢，这个不仅仅是中国，欧盟可能也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我们就统整一下哦，这个川普来了哦，他就讲了，他用关税取代所得税嘛，他就讲了，他说哦，曾经1890年那个时候，美国有一个总统啊，叫做麦金莱，他说那个时候他就是课关税，然后课的之多，然后呢，他收的关税多到他不知道怎么用。他就说：“嘿，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。好，但是呢，课关税哦，人家讲那个叫隐形的所得税，因为课关税哦，这个川普从头到尾都在骗人家嘛。你课关税，你讲是课人家的关税，问题是付关税钱的人是你美国的厂商、进口商呀。所以呢，进口商我。”买的东西就变贵，那我卖出去的时候当然要贵一点啊，不然进口商你以为他呆子啊？他每天在做好事做功德啊，都不要赚钱的啊，不可能嘛。所以呢，你买的东西就会变贵啊。所以呢，那你到时候通膨又起来，每个人的薪水呢实质又缩减了，所以啊，这个投川普的人应该是缴了点智商税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想清楚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川普还讲我要用比特币啊，把这个国债给还一还。他又想说，你这样是对吗？然后他又讲说，你看他到处说你们这些人保护费要交出来啊，要我当世界警察可以啊，你们要交保护费，就说台湾也要缴啊，这欧盟也要缴啊，就是北约国家都要缴啊，他不都来这套吗？然后他又提到了讲说，台湾呢这个台积电厂了他们晶片生意啊，然后川普就讲，那如果是我的话呀，那我一定就是这个关税很高，让台积电不得不到美国来盖厂，而不是像拜登我还要大笔的补贴台积电来美国盖厂。好，这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，就是台积电的东西就是只有他有啊，那我不去美国盖厂也行啊，你要加关税你加啊，反正关税又不是台积电在付，关税不是你辉达在付嘛，辉达不是你美国公司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川普啊总是喜欢拿关税来这个威胁别人啊，这个以为人家都会俯首称臣，这是他的一贯招数。到底会不会进白宫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就来拭目以待，继续看下去。但是呢，说回这个电动车啊，对欧盟来讲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为难的问题，因为现在呢。欧盟他们这些车商，他的一个技术已经追不上中国的车厂了。那现在呢，用关税的一个方式拉高关税壁垒，所以呢，用这样的一个关税，到最后啊，欧洲的消费者才会是最大的受害者，因为他们被迫要买到非常贵的欧洲的电动车，然后可能它的技术又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欧洲的消费者看到欧盟执委会这次的惩罚性关税的决定，不晓得作何感想。好，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最近电动车市场的一些变化了，希望你喜欢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